各位你要知道，当这个认同出现问题，这个社会是不会团结的。一不团结以后，你发现台湾的民主就开始走偏了，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政治的斗争了。当我们开始走向政治斗争的时候，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些东西也就出问题了。欢迎收看《洪流洞见》，我是洪淑芬。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松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教授好。淑芬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网络朋友大家好。7月1号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习近平呢也针对这一天有重要的谈话，他特别的宣示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建成小康社会。好，我们要知道说，那他接下来100年会怎么做呢？我们不要讲100年可能会有点长，我们聚焦到未来的10年可能会有的变局以及他要面临的挑战。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来深入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好，我们就从这张老师，我们从这张图表先来看起哈。这张图表其实就是回顾1921年到2021年大陆共产党的100年史。其实这个100年史呢，也是见证它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好，我们看到在1952年的时候，它国内的生产总值是679亿。人均呢是119元，好，它的重工业是35.5%，但是到了1953年，195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呢，开始实施14个5年计划，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它用中长期的规划成为了党治国一个重要的方式。到了1978年。大陆国内的生产总值已经到了3679亿元，这已经是占了世界经济比重的1.8%，到了全球的第11位，所以它整个开放呢已经大步走。好，第二章我要来看到的是它的 GDP， 其实从这个 GDP 看得更加的清楚。1986年它的经济突破了1兆，2000年呢是突破了10兆。到了2010年41兆，这是人民币。到了2020年，它的 GDP 已经101.6兆了。好，那其中呢14.7兆美元，可以说是世界的第2位，它是目前是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好，老师，我们看到中共建政70年来，其实它经济的累积增长已经到了189倍，它的经济总量呢也超过了100兆元人民币。但是现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还是在反中，还是在抗中。但是我们来看看大陆它怎么样发展国力，它怎么会这样的高速成长？好，其实习近平在7.1谈话当中，他也特别点出了为什么在那个背景年代会出现中国共产党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老师为我们解说？好，刚刚淑芬谈得非常好哈，就是台湾的确很多人他们不敢去或者不愿意去直面中国共产党。有的人对他的成就呢，基本上嗤之以鼻，有的人认为说呢，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又非常的了不起。可是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站在台湾，我们的隔海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大陆，我们必须要对他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没错。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它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它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知道，从鸦片战争以后啊，中国就开始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呢，大家思考的是怎么样救亡图存，所以第一个思考的就是船坚炮利啊，因为只要有西方的船、西方的舰、西方的炮，我们中国才能够强大。所以那个时候船坚炮利，可是你也知道，在甲午战争的时候被击溃了，那时候他就思考是船坚炮利可能没有用，我们要维新变法。可是维新变法完了以后呢，又发现所谓的君主立宪也走不下去了。好，那后来孙中山他认为说，我们要采取所谓的武装的暴力革命。那革命完了以后呢，又是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帝以后呢，军阀割据，中国继续内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1921年，他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知道，在1921年以前，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认为说，中国基本上要走向德先生跟赛先生，也就是中国未来没有民主。没有科学，中国是走不下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转变。这个表示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还有很多人认为说，中国的传统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全盘西化。那西化就有2个东西了，一个是我们学西方的欧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学东方的马列主义。所以说，整个1927年，中国共产党他在这个情况下，他认为说，
只有走西方的马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才有机会救亡图存，才有机会壮大，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个时候正好呢，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基本上苏联革命成功以后，他要把他的共产的国际拓展到全世界，所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成立了，它不是以中国的名义成立而已，它基本上是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底下的一环。作为一个共产党，他要把他的思想拓展在全世界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中国共产党它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成立，它的目标也是说，它要追求中华民族的所谓的振兴跟民族复兴，要让中国能够救亡图存。当然，后来我们发现说，整个中国的走法，包括中国国民党，它是在孙中山理念，它走的是三民主义，跟中国共产党走的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就开始陷入了一场路线之争。这个路线之争一直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来以后，我们这边开始走以资本主义为精神的一些西方主义的，包括所谓的三民主义。那中国大陆呢，就发展它的共产主义。所以这就是两个开始往下走了。但是正如同习近平他今天谈话中，他还是把这个中国共产党，他摆在中国这个历史的脉络中，他是认为说，中国共产党他的努力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脉络中，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一直在找寻一条怎么样中国能够走向现代化，走向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而共产党他提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他认为是共产主义，他认为后来把它解释成说中国的特色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这是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呢，他现在走，我们就在看这条路是不是让中国能够走向民族复兴。那还有一条道路呢，比如像我们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或者呢像我们现在台湾走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所以其实这是一条在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道路上，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从那个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一直在找寻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对中华民族最好，哪一条的道路能够让中国能够脱颖而出。当然，仲尼刚刚所提的经济表现，似乎中国大陆它现在已经成为了 G2 世界第2大经济体，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现在非常自豪的，就说其实他们在走的一条路是中国未来应该走的现代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有助于中国壮大的。我想这是一个他把他中国共产党他摆在中国这个近100年来他的历史一个现代化的脉络里面去。我刚刚再重复再讲，就是找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最好的现代化进步的，能够让民族复兴的这么一个道路。好，但我们看到两岸其实都在追求国家富强，都在追求人民安康。但是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我们把时间推回到那个历史的时间点上面，两边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有分歧。但是共产党在大陆的共产党跟在台湾的国民党，他们当时曾经有什么样的合作，跟后来的竞争，这个部分是不是老师也帮我们解释？我们知道，当时其实最重要的合作就是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大家在什么？在西方的所谓的日本，因为知道当时北伐成功以后，蒋中正先生北伐成功以后，中国有个难得的10年的发展期。那10年的发展期，在西方的所有历史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黄金10年。这是黄金的10年。可是当日本人开始看到中国要走向奋起的时候，就发动了所谓的卢沟桥的事变，基本上要来侵略中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虽然共产党他要走的是白色的，他要走的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国民党呢，他是相信所谓的三民主义。基本上这两个东西好像是不同的道路哈，但是在第一次在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时候，大家愿意说我们可以坐下来合作了，合作。所以那时候呢，基本上是整个对抗对抗日本。可是知道整个抗日成功以后呢，那国共两党呢就分道扬镳了。基本上一方面还是坚持他的马列主义，那另一方面呢，中国国民党就坚持他的三民主义，他要开始行宪。所以当我们在抗战胜利以后，马上开始实行所谓的宪法，开始行宪。可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基本上他的整个一个政策，他就是革命的一个政党，他要把这个夺权要夺过来。所以那个时候又发生了所谓的国共内战。那国共内战完了以后呢，基本上中国国民党就到了台湾来。中国国民党到了台湾来以后呢，我们这边就坚持走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道路，
包括我们在民族、民权、民生方面。那民生你知道，基本上我们以照顾中小企业为主，照顾老百姓。那我们进行一些所谓的土地改革，因为我们借助在大陆失败的经验，包括台湾的耕者有其田、375减租、平地地权做得非常的成功，然后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做得非常成功。所以说，在前30年呢，1949年以后到1979年，大概到80年代的时候，其实台湾的表现是非常杰出的。1980年台湾变成杰出了，我们成为亚洲的4小龙。当初的经济成长也非常的好，非常好，我们几乎是世界的一个榜样，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在民权主义方面呢，因为当时是戒严嘛，即使在戒严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是推动我们的地方自治。好，是因为两岸对抗。可是到了我们知道退出联合国以后，特别在中美断交以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增额的补选，我们的立法委员的也开始民主化、自由化了。那整个这个过程，你可以发现说，台湾呢，在这个前面几十年，在民生主义的建设方面表现非常的好，民权主义表现呢也开始慢慢越来越走向正轨，走向民主化的。那大陆呢，基本上他从1949年取得了这个政权以后，他在1953年开始，他推动所谓的公有制，整个开始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完完全全由一个共产党来管理这个国家。然后你也知道，他在民权方面完全不走，因为他是共产党专政嘛。那经济方面很遗憾的，因为毛泽东个人的因素，陷入到整个一个阶级的斗争，包括3反5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大陆大概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是一个黑暗期。那后来大陆的发展呢，是从1979年以后，邓小平以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才开始走出了一个新的面貌。所以您今天所看到的，包括1978年以后它的一些世界的表现，其实中国大陆它只有在这最近的大概40几年的时间，它的表现是非常杰出的。那40几年的时间，它是不是100%的一个马列主义呢？在我们来看，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好，所以换句话说，它的表现其实跟它的马列主义有没有关系呢？我不敢说没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其他的元素，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这个东西促成它成功的，其实比较大的一个要素。可是你可以看，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大概从蒋经国开始跟邓小平开始，大家就进入一种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大家看各自的表现。可是我们知道很可惜的，因为民主的社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民族的认同嘛。如果一个社会的认同都出现问题的话，这个社会的竞争力是非常差的。那你看大陆，其实在这几十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各种的政治宣传的方式，或者各种的政治手段来强化他整个民族的团结，或者用外界的压力来强化他的团结。为什么？因为整个一个民主制度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认同。我们的认同出了问题，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就像西方，你到底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当你是伊斯兰教里面，你到底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各位你要知道，当这个认同出现问题，这个社会是不会团结的。一不团结以后，你发现台湾的民主就开始走偏了，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政治的斗争了。当我们开始走向政治斗争的时候，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些东西也就出问题了，对不对？每个人都开始，特别是李登辉开始，所谓的黑金政治又出来了。李登辉带给台湾这个最大的2个灾难，就是一个他搞这种所谓的认同的分裂，就是制造这种内部的所谓族群认同的分裂；第二个黑金政治产生。那黑金政治产生，随着台湾的民主化的选举，地方派系又扮演或者一些财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你会发现，大概从李登辉上来以后，这几年开始，台湾的经济在逐渐下滑了，特别在2000年以后，我们开始慢慢输给中国大陆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100年来，其实大家共产党跟国民党是既合作，但是又斗争。从1949年到1979年，大概这30年时间，是我们取得一个上风。可是从1979年以后，大陆开始急起直追，大概再到了1990年代、2000年以后，我们现在开始落后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妄自菲薄了。因为在这一场的国共的斗争里面，其实我们领先的时间还蛮长的，但是我们最近的确处于一种劣势，所以这就是今天很高兴跟淑芬来谈这个节目，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伙伴也好，或者是对手也好，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没错，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你怎么去面对他？你甚至怎么去战胜他？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非常认真的一个题目。所以简单来讲，其实两岸之间呢，包括国民党。它原来是所谓的一个路线之争，中国怎么走路线之争？可是我们知道，当国共内战的时候，已经不是路线之争了，
是什么？是权力之争呢？利益之争呢？或者生死之争呢？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跟中国共产党，我们要跟他比的，其实也是比什么？比到底哪一条路线对未来的中华民族更好？我们今天跟他不要掉进在那一种所谓的生死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台湾的整个政府的执政能力可以超越他，因为他有他的优点，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所以我觉得把两岸之间呢拉回到一个整个为了整个中华民族能够走得更好，我们彼此比我们的路线、比我们的政策、比我们走得更好，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我觉得只有这种良性的竞争，才可以让14亿的老百姓，他在面对台湾的时候，他产生一种尊敬之心。他也希望看到台湾能够走得更好，因为台湾走得好，也是给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一些压力、一些启发。所以换言之，两岸如果说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彼此把我们最好的东西都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面对中国共产党它庆祝100年党庆的时候，我们自己包括中国国民党、包括民进党，甚而包括民众党，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展望台湾20-30年或者30-50年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蓝图，或者更同理讲，短短的10年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就简单来讲，我们必须要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方面，我们要跟他做一个竞赛。那我们的包括了什么？我们尊重我们的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但是我们在施政的能力上面，我们也走得不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谈两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